还在心疼文章的人，都了解当年出轨事件的所有细节吗？文章变成现在的境地，根本不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而是因为他吃里扒外，纯属德不配位。之前文章没火的时候，是住在北京郊区的出租屋，跑龙套都只能捡小角色。而马伊琍呢，早凭着《还珠格格3》红遍全国，手握金鸡奖，在圈内人脉熟到能打通万里江山，妥妥的一线女星。这段差了8岁的姐弟恋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量级。文章所有拿得出手的作品，全是马伊琍喂到嘴边的。拍《奋斗》的时候，赵宝刚导演根本不认识他，是马伊琍死磕到底推荐，甚至主动降片酬也要把他塞进剧组，这才有了讨喜的向南，让他第一次尝到走红的滋味。后来让他封神的《雪豹》是人家马伊琍直接给导演杜聿明打电话，凭着多年交情把他塞成男1号，就连导演都得卖面子。拍爆破戏前特意给马伊琍回电话，反复保证会保护文章安全。还有蜗居、裸婚时代，甚至让他拿百花奖影帝的《失恋33天》背后的童话涛导演编剧全是马伊琍的核心闺蜜团，更别说转型当导演拍小爸爸。那时候马伊琍怀着2胎，挺着大肚子，还在帮他拉资源，自己攒了10几年的人脉全砸在了他身上。说句实在话，没有马伊琍，文章大概还是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演员，根本不可能站到现在的位置。可坏就坏在这人啊，一红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2011那几年他红透半边天，还真就把自己当成天才了，觉得自己现在的成就那都是靠自己的本事。不仅在各种场合说马伊琍强势，还在圈内是出了名的耍大牌，上快乐大本营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踹杜海涛屁股，那一脚力道大到何炅都看不下去，想圆场都被他怼回去。在杭州宣传非要吃正宗油泼面，找不到就摆臭脸，采访直接跟记者互怼，甚至在郭德纲面前狂的没边，比我惨多了。我真的是我是顺极了，你不怎么惨，我顺极了，哥哥，我可羡慕你了啊！我顺极了，真的顺极了。那嚣张劲儿简直没谁了。当整个圈子都对他积怨已久，他却亲手递上了自己的把柄。马伊琍怀着2胎去香港待产，他留在深圳拍戏，跟姚笛打得火热。这姚笛呀，仗着自己年轻又貌美，直接把家搬到了文章和马伊琍家对面的酒店公寓，把挑衅摆在明面上，甚至还对外暗示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儿，把马伊琍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。狗仔拍到2人拥吻照后彻底沸腾了，但这帮被文章怼过的记者却守住了底线。他们知道马伊琍正处于关键期，万一刺激到孕妇出人命，那就是天大的事儿。就这么硬生生压了几个月，直到马伊琍顺利生产做完月子，才放出那句震惊全网的周一见。文章这下可慌了，照片一曝光，好男人人设瞬间崩塌，代言连夜解约，作品被抵制。而马伊琍呢，坐月子期间面对背叛没有哭闹，只发了一句恋爱虽易，婚姻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那时孩子尚小，商业捆绑深，贸然离婚只会两败俱伤。他用5年默默布局，一边理清资产，一边凭我的前半生找到你，拿下大奖，重返顶流，还念旧情帮文章对接话剧资源留了退路。2019年2人官宣离婚，巧的是当天正是姚笛和富商高洁的婚礼。如今再看3人的结局，马伊琍47岁依旧是顶流，繁花里的林子活得通透又自在。文章满头白发，只能站在话剧舞台上勉强立足，而姚笛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姚笛婚后遭丈夫出轨，事业也彻底凉凉。说到底，人生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你能承载多少名利，取决于你有多少人品和格局。你能走多远，从来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底线。